佩里特还告诉安德伍德，那片地方让他自己也莫名感到压抑与恐惧。安德伍德后来回忆说，他可不想再去体验上次露营时那种不安的感觉了。佩里特的2个儿子在那片区域露营时也遇到过类似的怪事，他们的马匹突然惊恐失控，挣脱缰绳拼命逃跑，甚至包括一匹从来没出过这种状况的老马。更离奇的是，当时他们也完全不知道这里曾发生过骇人听闻的谋杀案。调查过程中，不止一次有人报告，在靠近案发地一带，马匹会莫名其妙地陷入疯狂，拼命逃离。似乎这种怪异的惊恐在这里成了某种常态。这些诡异的故事勾起了记者强烈的好奇心，他立刻请求安德伍德带他去看看，去到哈里·约翰逊被杀的地方。2人到达现场时，记者发现这里风景极美，他形容这是一处理想的露营地，地势优美，青草丰茂。可就在这片静谧的景色里，依旧残留着可怕罪行的痕迹。那棵当年约翰逊和威廉斯扎营的树，树干上依旧见着暗色的血迹。更诡异的是，四周的草长得郁郁葱葱，唯独约翰逊尸体躺过的地方寸草不生，像被什么东西永远抹去了一样。记者在现场站着观察时，突然感到一股莫名的压抑与寒意，好像死亡的阴影正悄悄逼近，让他有一种立刻想离开的冲动。据说这种像乌云般笼罩全身的不祥感不止他一人体验过，许多踏进这里的人都曾被这种气息压得喘不过气来。有一次，一对骑马的夫妇来到这里，打算过夜露营，结果嘛，不出意料，他们的马立刻像疯了一样，撒开蹄子狂奔进荒野，再也没见过。当晚，女人突然情绪失控，莫名其妙地开始严重的恐慌发作，还伴随着可怕的幻觉。她疯狂地叫喊，说自己正在一片人血的海洋里挣扎。接着，她的状态越来越失常，在地上翻滚扭动，像个彻底失去理智的人一样嚎叫。绝望的丈夫吓坏了，赶紧跑去找人帮忙，最后一路奔到了当地一位名叫麦肯齐的妇人家里。这位名叫麦肯齐的女人耐心听完男人讲述的这一连串离奇经历后，才告诉他，这地方曾发生过一桩命案，还有各种诡异的事情，而这些他之前完全不知情。男人听完吓得魂都飞了，立刻返回营地，收拾好妻子和东西，火速离开。传说中，妻子一离开那片地方就立刻开始镇定下来，等到第2天晚上，他已经完全恢复如常，对那晚发生的事几乎毫无印象。在同一片地方露营过的其他人也报告过各种怪事，有人说会突然莫名其妙陷入恐慌发作，甚至出现那种灵魂都被恐惧扯出来的感觉。有人半夜被扯掉睡铺上的被单，有人帐篷整个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给拆了，还有人出现极其逼真的幻觉，不管是眼睛看到的还是耳朵听到的，都像真的一样。当然，还有一个永远绕不开的现象，那片地方对动物的惊吓效果几乎是100%命中。有一位亲身经历过这些鬼事的露营者感叹道，就算整个帝国的金子全给我，我也不想再经历一次这种事。更鬼的是，每一个经历过这些的人，在事发前都完全不知道那里曾发生过命案，都是在和这些怪事面对面之后，才有人告诉他们真相。这位在命案发生后前去调查的记者，后来把自己搜集到的许多离奇报告整理成一篇发表于1910年6月25日边境陈友与里弗瑞纳时报的文章，标题是《纳莫伊河悲剧：令人恐惧的怪异事实》。这些已经够奇怪了，但实际上，纳莫伊河的诡异传说，在那起轰动的命案和随之而来的幽灵现象出现之前，就已经流传了很久。早年它就被认为是某种恐怖未知生物的钟爱领地，当地人叫它斑耶怪，据说是一种巨大的两栖怪兽，脾气暴躁，极具攻击性。关于纳莫伊河的斑耶怪，有一个著名的记载发生在1830年代。当时，一个名叫乔治·克拉克的逃犯，化身丛林猎人，躲进这片与世隔绝的荒野，隐居在当地的加米拉莱部落中。1932年，一支警察搜捕队在追捕克拉克时路过这片地区。
当地一位部落长老向警官约翰·福布斯上尉解释说，这条河里住着一种极其危险的生物，他们称之为马维。据描述，这种水栖怪物体型巨大，长着带鳍的角、锋利的牙齿，还有一根獠牙，有时会发出可怕的嚎叫声，直钻人心。福布斯后来在日记里写道，所有的土著人都对他心怀恐惧，他们说，如果他在水里抓住你，就一定会把你吞掉。而纳莫伊河的怪事并不止于此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这里还陆续发生了许多无法解释的离奇事件。1934年，河边就发生了一起令人困惑、至今未解的神秘失踪案。1934年4月23日的《悉尼晨风报》星期五刊报道了一桩至今仍笼罩在谜团中的失踪案。失踪者名叫乔治·诺特，是新南威尔士州皮利加村的一名牲畜及地产代理。那天上午10点左右，诺特驾车沿纳莫伊河出行，之后便离奇消失，整整1周杳无音讯，直到人们在河底发现了他的汽车。然而，更令人费解的是，车找到了，人却不见踪影。警方在车辆的后舱中发现了几枚22口径的短型子弹壳，这些线索似乎指向了暴力事件，但调查很快陷入僵局。原因在于，诺特本人是个狂热的猎人和射击爱好者，经常外出打猎，所以这些弹壳似乎也并不一定与失踪直接相关。人们在诺特的车盖上发现了一个洞，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大口径子弹打出来的，于是将其视为关键线索。可仔细检查后发现，这个洞的大小正好与车盖上的一个凸钉吻合。警方推测，车盖在河水冲击下被掀起反折，不断撞击凸钉，于是形成了这个洞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枪孔。车身外部也没有发现其他损伤。车内的情况同样让人摸不着头绪。除了驾驶舱前部有一些破损的零件外，没有任何搏斗痕迹，而且这点损坏也不能算是恶性事件的确凿证据。更诡异的是，车里没有任何血迹。虽然河水的确可能冲走血痕，但报道中提到，失血或许在汽车冲入河中时被冲掉，可血液很快会干，即便只过了很短时间，也会留下无法抹去的印痕。也就是说，即便真有流血，也不该一点痕迹都找不到。唯一的其他线索是，诺特车上的一整套工具不见了。警方在纳莫伊河边扎下营地，对长达1英里的河底进行了系统的拖捞，但依旧没能找到尸体。随后，他们又走访了附近所有农庄的几十位居民，可没人听到或看到任何可疑或异常的情况。乔治·诺特的失踪案至今未解，他的遗体也从未被找到。除了有关半夜怪的传说、离奇谋杀案、诡异的灵异活动、笼罩在凶案现场的恐惧阴影，以及无法解释的失踪事件外，纳莫伊河还与其他怪异故事紧密相连。1973年3月23日出版的《悉尼晨风报》就报道过这样一件怪事儿：在靠近棉花种植社区威瓦一带的河段，突然出现了数量惊人的死鱼，而且来得莫名其妙，毫无征兆。在这起事件中，死鱼的出现持续了1周多，而且据说任何吃了这些鱼的鸟类也会随之死亡。虽然卫生部门对此展开了调查，但始终找不到明确的死因，也无法解释鸟类为什么会因吃鱼而死。最后，有人推测，这一现象可能与当时当地棉花作物正遭遇毛虫灾害、农药使用过度有关，但这一说法并无确凿证据。至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鱼类死亡事件，是否与纳莫伊河上发生的其他种种离奇现象有关，目前仍不得而知。但它无疑显得格外怪异。这些怪事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关联？还是说，它们只是恰好都发生在同一条河流上的一连串孤立事件？那些被报告的幽灵现象，是否真的与哈里·约翰逊的谋杀案及其鬼魂有关？又或者，他们暗示着某种邪恶力量早已渗入这片土地，使之成为一个被诅咒的地方，从而引发了这些悲剧？这一切很难有定论。接下来，沿着布鲁斯高速公路向前行驶，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凯恩斯以南约60公里处，3条溪流从巴特尔弗里尔山顶倾泻而下，蜿蜒穿过原始雨林荒野，
最后在一座名叫巴宾达的小镇附近，与几块巨大的巨石间汇合。如今，这片被称作巴宾达巨石群的地方，以溪水清澈见底、风景如画而闻名，每年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、露营、徒步，或者在平静的水潭中戏水。然而，许多在此流连的摄影师、露营者、徒步者，乃至在浅水区畅游的游客，恐怕并不知道，这里还有一个更阴森的外号——魔鬼水潭。数个世纪以来，当地原住民一直对这个池潭心存畏惧，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，因为它早已与死亡、诡异与不祥的传说紧密相连。尤其有一个原住民传说，格外悲惨。据这个阴暗的传说，很久以前，曾有一位来自伊丁吉部落的少女，名叫奥拉娜。她年轻貌美，嫁给了部落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马鲁努。然而，命运的漩涡很快将她卷入一段禁忌的爱情。她遇见了一位来自外族、英俊的年轻男子，并与之坠入热烈的情网。为了追随心中的真爱，奥拉娜毅然与情人私奔，逃进荒野深处。不幸的是，她的丈夫在部落中势力极大，很快派出搜寻队，将这对恋人追捕到巴宾达巨石群。最终，他们被包围并强行分开。绝望之中，奥拉娜宁愿投身水中，葬身潭底，也不愿面对没有真爱的凄凉余生。原住民的传说说，奥拉娜的灵魂从未真正离开，直到今天，她依旧在这片水域徘徊，试图将年轻男子引向水底，与他一同沉眠。这个传说之所以声名远扬，是因为多年来确实有许多年轻男子在这里离奇丧命。自1959年以来，至少已有17人溺亡于此，而在更早的旧报纸简报中，还有更多未统计的案例。更诡异的是，很多遇难者的死因都不寻常。据说，他们像是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死死按住，拖向水底，无法挣脱。当地人相信这片水域对男性尤其敌意，尤其是那些对水潭不敬的人。有个故事流传甚广，一名年轻游客来到这里，调皮地踢了踢一块警示牌，结果脚下一滑，整个人跌入深潭，当场溺亡。还有些离奇死亡更加扑朔迷离，比如1979年，年仅24岁的彼得·麦克甘在攀爬巨石时，跨过一个小缝隙，却突然失足，整个人翻滚着跌入水中，然后彻底消失无踪。救援队花了足足5个星期，才在潭底阴暗的深处找到他的遗体，卡在水底的淤泥与岩缝之间。搜救人员之一、警方案件潜水员彼得·蒂布斯曾回忆过当年的场景，他的话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。我曾4次被叫去寻找溺亡者的遗体，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名叫帕特里克·麦克甘的年轻人。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他的尸体就在水下某处，但根本无法靠近。水实在太冷太深，流速又极快。我们前前后后下潜了8到10次，甚至不得不在水下把卡在暗道里的原木一点点锯开。就在我们几乎要放弃的最后一天，终于锯掉最后一根木头，遗体才缓缓浮出。那时距离他失踪已经过去整整5个星期零5天，场面极其惨烈，但至少我们能把他带回去，让家人得到安慰。更令人心惊的是，类似的事故并非孤立。曾有一对年轻情侣在此观景时，突然遭遇突如其来的山洪爆发，激流瞬间将他们卷入水潭，女子幸运地被冲上岸获救，而男子却彻底消失，再也没有被找到。仿佛某种力量执意要在这片魔鬼水潭留下牺牲品。或许最令人震惊，也是近年最广为流传的死亡事件，发生在2010年。那年23岁的塔斯马尼亚海军水兵詹姆斯·贝内特与几位朋友一同前往魔鬼水潭探险。出于寻求刺激，他们翻越了安全护栏，进入当地人称作洗衣机的湍流漩涡区。据一名同伴回忆，詹姆斯当时正悠闲地在一片相对平静的水域游泳，突然间他猛地被拉向后方，仿佛有什么无形的手把他往水潭深处拖去。瞬息之间，他被拽向翻腾咆哮的白色激流。情急之下，詹姆斯拼命伸手去抓岸边的一根树枝，却眼睁睁看着树枝在手中折断。随即
他的头被猛然压入水中。目击者描述，那一刻，詹姆斯仿佛被一股力量牢牢按在水下，身体僵直悬浮，无法挣脱。他拼命挣扎，却始终没能浮上水面。留给朋友们的，只有那几根绝望地伸出水面的手指尖，在水流中颤抖消失。整个过程短暂而恐怖，仿佛正应验了当地传说。奥拉纳的幽魂仍在水潭深处徘徊，索取着新的牺牲。他的身体在水面上僵直悬浮着，朋友们拼命伸腿去够他，想把他拉回来，但无济于事。几秒钟后，詹姆斯便沉入水底，消失在急流之中。3天后，人们才在下游较为平静的水域发现了他的遗体。事后，当地树立了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：他本来只是来访，却永远留下了。如今，魔鬼水潭的大部分区域已经被封锁，树立起无数警示牌与防护栏，标明哪些地方可以下水，哪些区域禁止靠近。可即便如此，这片清澈诱人的水潭依旧不断吸引着冒险者前来。至于为何在这些大多看似平静的水潭中，会频繁发生溺亡事件，则见仁见智。官方的解释是，这里水流暗急，随时可能出现骤发山洪或湍急漩涡，再加上岩石与溪道的天然地形，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。但对许多人而言，这些冰冷的解释远不足以抹去心头的疑惑。难道真的是水流在作祟，还是另有无形的存在，在暗中伸手索命？这股水流会把人一下子拉进水下，把他们死死压在岩石上，或是卡在沉木之间，让人以一种近乎被无形力量拖拽的方式溺亡。除此之外，这里的水含氧量极高，对游泳者同样极为不利。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，使得禁区内的水域，即便对最有经验的游泳者来说，也几乎无法应付。事实上，就连下水搜寻遗体的潜水员，也曾多次遭遇极其恶劣的水下环境。即使他们通常用绳索牢牢拴在岸边，依然感受到那股骇人的力量。一位当地官员这样形容魔鬼水潭的危险：他们把它落水的地方叫洗衣机，因为水流会不停地把人卷进去，那里的水全是气泡，根本没有浮力。这是极其危险的水域，会把人直接吸下去。你总能看到有人跑去那些致命的深潭游泳，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山洪从上游突然冲下来。然而，也有人指出，这些死亡并不全是因为游泳导致的，有些受害者是突然无缘无故滑倒跌入水中的。而且，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细节是，在官方统计的17起死亡案例中，几乎全部都是男性，只有1人例外。16:1的比例让不少人觉得，这正是土著传说可能带有真实性的证据之一。更添诡秘氛围的是，现场还流传着种种离奇的目击与记录。有人声称曾在夜里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在黑暗中呼喊，也有人拍到过水下似乎潜伏着幽灵般的眼睛、面孔，以及其他难以解释的影像。在这里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与现代的鬼故事和一连串离奇死亡交织在一起，让人难以分辨哪些是真实的，哪些只是虚构的传说。无论你是否相信溺水村妇的怨灵这个土著传说，都很难不去怀疑，这个地方是不是确实带着某种阴冷、恶意的能量？这里的一切是纯粹的自然现象，还是鬼魂作祟，亦或是别的什么力量？没人能给出答案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些案例，到底有没有真实的超自然成分？还是说只是目击者，甚至当年的新闻添油加醋的想象？没人说得清。但有一个想法颇耐人寻味，会不会有些地方本身就能记住悲剧？就像录音带可以留下声音，灾难也能烙印在某片土地上，挥之不去。无论如何，这样的地方确实令人毛骨悚然，让人思考，一片土地真的可能被神秘的力量占据吗？甚至被邪恶掌控？